没出正月都在年里，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晚年幸福。很多原教旨主义者至今无法接受变形金刚不能变形的事情，加上 DLX 价格比较高，还原度一般，因此一直缺少一个出色的大比例变气柱。而目前全后4张的 BTT02 就成了很多人的考虑。平替是不可能了，那它能不能作为 DLX 的下位替代呢？很多人都知道，这个变气柱其实就是当年 TW 珍珠的改模，人形表现倒也不算差，身上的细节也能看，基本上美型就是照着 DLX 修的，所以颜值上我个人觉得没有多大问题。人嘛，到了一定年龄就学会了将就，毕竟女神也看不上你，有些事儿凑合凑合就行了。头雕不算丑，刻线虽然不够精细，倒也能看，眼睛可以发光，不过开关按钮巨难按。不开灯的话就没有瞳孔刻画，是黑漆漆的一坨了。不过 DLX 也没有，只是用形状做了个凸冒出眼球。头雕要说缺点就是口罩太厚了，因为它是直接在嘴脸上套了个口罩，取下口罩这嘴脸真是有够丑的，45度侧颜都救不了，我要是大哥我也得戴口罩。口罩是直接形状卡在脸上的，这就导致了两侧的空隙巨大，十分影响观感。细节虽然不算很差，但跟 DLX 对比差距就出来了。手腕处的装饰想做出 DLX 的细节，但是因为结构直接是个大螺丝摆在明面上，丑。身上有不少做旧涂装，虽然涂得挺潦草，失误比很多评测视频看着明显，有的 UP 拍出来都成崭新的了，人果然不能活在美颜之下。但跟 DLX 的做旧比已经不在一个次元上了。背后的表现干净利落，没有落后 DLX 太多，毕竟要考虑变形。这个模具的底子倒也不算差，只是当初很多人异口同声它有 DLX 一样的龙虾背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好意思的。这年头不是加个弯腰做个造型就是龙虾背了，有的人舔着脸硬说红姐就是货貂蝉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胸口从上面看，中间直接是空的，谁能想到找了个地背，结果连垫都懒得垫，直接就是穿的大码呢。胸口车窗倒是想改进原模没有卡扣的问题，只是油也扣不上，纯摆设。网上一堆修复教程，在意的兄弟自己搜下吧。最绝的还是这个中空的小腿，原模就这样，难怪上手会有轻飘飘下盘不稳的感觉。另外两条腿的连接处过于细小，感觉断裂风险很大，结实程度还需要时间检验。个头方面比 DLX 高一头，其实体型上是 BTT02 更还原一些，跟 MM01 的个头倒是挺大。这么大的一个玩具，全身没有齿轮关节，很多地方的调教偏松，把玩一体性不佳，尤其是膝盖关节，这嘎吱吱的声音是真的难听。加上用料比较 Q 弹，所以摇摆拳也不在话下。可动表现中规中矩，头部可以旋转，有一定抬头低头，没有左右歪头，单纯是松垮。抬起肩胛，手臂可以打平，大臂根部可以旋转，肩膀有一定的前后活动范围，聊胜于无。收起装饰件，手肘可以弯折90度，手部是全可动手，可以旋转，腰转会受到干涉，弯腰演示过了，裙甲都可以活动，大腿根部有下拉关节提升可动，腿部前踢就能到90度了，但是关节有点支撑不住，平抬90度一样撑不住，后踢接近90度，大腿根部旋转会受到干涉，需要下拉才能解放旋转。膝盖弯曲，大腿贴小腿还不错，就是声音太难听。弯曲后造型还算完整，腿部活动范围和接地都够用。变形结构原因，前后活动范围比较大，脚尖感觉有单独可动，但是掰不动。配件给了不少，只是这一堆武器开盒直接装在一块儿，就不知道是出厂瑕疵还是路上蹭的了。一切也明显，因为个头高了的关系，手刀也大了一圈，比起 DLX 细节不够看，边缘黄色的涂装也显得很廉价。除了握实的手刀，还给了一堆臂刀。安装的时候要翻开手臂面板，利用卡扣卡住。给了一对斧头，同样货比货得扔。两个手炮外观跟 DLX 差不多，但是细节差距依然明显。DLX 灯光是黄色，BTT 是红色。
没有固定卡扣，直接套在手上就行。还给了一把大枪，应该就是 TW 外专注那把。灯光也是红色。变形跟 TW 外专注基本一致，手部握拳，打开小臂盖板，收纳手部，旋转盖板扣回，前面小板子向下滑，收起肘部造型件，下推小臂内侧盖板，外翻肩膀造型件，打开后连同后面部件一起再折到前方来，翻平肩膀上方盖板，缩短大臂，先保持这样就行了。另一侧也一样，打开屁帘，内收两侧护甲，整个折到双腿中间。接着我们来解锁整个背部，打开两侧的造型件，打直卡扣，解锁顶端卡扣，整个脊柱部分就能外拉。弯折腰部，把身体内部藏的这个部件翻出来，两侧红色的板子打平，扣上卡扣，整体向上翻折待用。回到正面，打开车窗，收起两侧车窗下方的造型件，灰色部件打平，把内部收纳的部件掏出来，翻折，打开，再翻折，头部向前滑动，外拉整个部件旋转180度。这就是车前脸中间和一部分防撞杆了，这个收纳真的还挺精彩的。接着打开上方两个灰色的造型件，整个部件向前翻，掏出两侧内部的车轮部件，整个身体就能弯折90度了。然后我们要把头部收纳进身体的空洞里，但是头部太大收纳不进去，只能旋转躲避之后再收纳。收到这里才算到位。调整下车前脸部分，上推滑到密合，外翻轮胎，整个部件向内旋转后再转向前方。将两侧的轮胎部件推到里面，有结合卡扣，先不要扣，将内部的灰色造型件收回。刚才的脊柱部件翻折到前方，整个贴合身体收纳。接着就是我们经典的大哥收纳手臂环节了，这很 MP10。镜头前不好调整，自己收纳没这么纠结。两侧一样，收纳好之后，合并后方两侧的卡扣，卡车形态的轮廓基本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打开车顶两侧的部件，灰色造型件收纳回去，合并车窗之后，前翻整个部件，后半部分的板子盖住空隙，这个卡扣要调整成90度才能顺利翻折部件。原本的车窗和前眉只是一部分，跟外侧部件组合在一起才算完整，等于是起到了加宽的作用。外侧部分还能当做卡扣定位，这里设计的也不错。下面我们就可以扣合刚才轮胎的卡扣了。然后我们要把车灯的这块小板子收进去，可能会有点半手。然后将外侧盖板上下两个卡扣都扣合，另一侧一样。最后再将保险杠这里的卡扣扣合。整个车头基本就变完了，还有几块板子我们等最后密合的时候再变。下面我们处理下半身，下半身就简单多了。首先打开小腿内侧盖板，弯折之后向上翻，打开小腿后方的部件，外翻小腿盖板。人行状态下脚部是向外拉出的，所以车型要向内收起来。脚尖两侧的造型件也是，将脚部旋转180度向上翻折，收纳回小腿内部，再翻回盖板，后方的部件翻到车尾，小板子向内旋转90度。另一侧稍微有点区别，打开蓝色造型件后，再打开小腿盖板翻折收纳，其他部分就一样了。
这里有个连接卡扣，翻出来，然后就是结合各个卡扣了。我不知道这神人设计怎么想的，这个受力卡扣用了很软的料子，安插臂弯，好歹用个结实的料子呀。翻出车尾的挂钩合并在一起，利用双动关节将蓝色造型件居中收纳，下面的造型件有个卡扣，然后打开大腿两侧的盖板，翻出油桶，收纳侧裙架，有个卡扣，扣上，另一侧一样。接着稍微弯折小腿腾空间，把两个膝盖造型件收回到空隙处，小腿归位，两个轮胎旋转180度。千万注意这里的油桶，它是滑道设计，不能旋转，旋转的话下面的部件必裂，要斜着向上推。再把车头后方盖板的卡扣扣上，把车头这里没变完的盖板变完，这里有个小遮挡件，别忘记翻出。两块板子下翻，烟囱造型件翻折扣合，最后打开两侧窗户，烟囱转向后方，再调整下各个卡扣。BTT02 变气擎天柱就变形完成了。载具形态单看车头表现倒还不错，完成度挺高的，就是烟囱做的有点小，卡扣位置也比较精准，到位的话就不太需要太刻意调整。雨刷也是单独分件，尼龙材质不怕断裂，不过底部应该是粘死的，感觉活动不了，我没敢太大力尝试。从后方来看的话也不是很丑，只是 TW 原版就存在车尾过长的问题。然后就是车头和车尾过渡这一带的处理略显粗糙，油箱因为变形关系做得太小了，和后方部件之间比较空旷，这自行车胎也比较影响观感。虽然轮胎是橡胶材质，不过滚动性不佳，会蹭底。车尾虽然有挂钩的刻画，但是很遗憾 MP10 和微降的车厢都搭载不了，而且位置太靠后了，就算直接放在上面，前面也有机器人部件影响车厢放置。和微降黑平头对比大小做个参考，和 MPM03 对比，也许 BTT 自己也知道自己做的是个什么东西，所以还没上市就先关降100，现在随便刷个券就能做到4张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还是不推荐大家入这款的，虽然用料不到廉价的程度，但做工很一般，而且本身 TW 老模具就存在一堆问题，改模后依然存在，何况现在 DLX 二手价格也比较美丽，把玩战狮的话那个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必须想用个可变的大比例变气柱，还是等等玩具仔的吧，后边也会出。好了，这期 BTT02 变气擎天柱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大家下期见。